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技术。来，我们今天来讲台币、人民币、数字货币、AI 泡沫，还有5000股王的魔咒，5000块了哈。来 ，NVIDIA 的抄底逃顶，多空转折一手抓。来，基础我们会讲到坚弱盘势，生财宏观会讲到期指盘中杀盘，还有欧股的假突破，再加上这个 AI 芯片攻击发起。好，那我今天人在那个奥克兰哈，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比较克难一点的哈，所以这个视频啊，我们当然有买比较好的镜头来使用了，不过还是相对克难一点，好，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们主要的还是看内容哈，这个就是露个脸而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人民币，包括美元啊，还有台币。好，那这个呢，我认为是近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像美元啊，美元上次我们在讲到那个你是国债的获利啊，你可能会被美元的贬值侵蚀掉，结果就这样发生了。那我估计那时候估计出来的，就现化出来的底支撑啊，就在这里，这个支撑蛮强的哈，但是你要小心。好，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讲到你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所谓的弱势整理。来，我们看月线，这个月线就很漂亮哈。好，这个是月线的头肩底嘛，复合式的，这里有个双底哈，就等于头肩底哈，左肩底部右肩，中间是一个复合式一波，一波。这个头呢就跌了好几波，因为我们讲过哈，底部够深啊，不管是底还是头够深啊，通常是一波或是两波像这个很浅的，还记得2022年我们讲到台股的头部很浅，所以跌两波很容易，这个很浅，所以跌个2、3波，不是跌个3、4波很容易，像这个底部就很深，这两个都是复合式的，一模一样，那这个是涨2波。美元指数涨2波，这跟那个美元一样，跟那个日元一样，跟日元涨的一毛一样，好，所以现在我们看那个美元它是一个中长空，那再来要确定它是不是长空，我估计它走长空的几率很高，也就是说这一条线一旦跌破，那这个规模就比它底部的规模还要大，这个规模虽然没有很大，但它时间够长，还有就是它的什么空间也够大，时间跟空间，时间就是拉长整理的一个时间，那空间呢就直接拉出来的空间，所以就是我们讲相对位阶，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判断。那现在判断的是这里，过去的事情很准，那就算了，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所以看一下。在周线上刚刚讲，那日线呢？你可以画一条线起来。这个刚刚讲了，几乎也是起涨点了。那记得破底翻破底翻的前低不能破，破底翻我教过很久了破底翻这一招非常好用这是一个反弹。那破底翻的低点如果前低，尤其是低点再破，那这个就是尤其是这一条线如果压回跌破，那就把它判断为弱势整理。这个弱势整理那个对。也就是说，大家在看对这一次的上一波的这个股灾一跌了那个8%、12%的日股，跌了8%的台股，那会不会这个噩梦重现？这个当然就是日元。好，这个是日元日元跟就是也是回到前低嘛，这个反弹但是呢。日元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假突破，这看月线更准确了这是大规模的假突破，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假突破，前面这个破线，这个就是一个假突破，连杀2根，那这2根一杀出来是大规模的假突破，所以这是月线然后我常常讲月线等级那是不容小觑所以将来你只要看到这个，就是我讲到日元的原子弹先炸了一次。好，那大家也知道嘛，
当时在炸日本的时候，不止长崎、广岛2颗啊，那会不会这个也来2颗？你注意看这个线，如果说这个线破了，尤其是我讲到的，一旦日线破了前低啊，那美元破了前低，还有这个周线这个破线啊，那表示这颗原子弹啊，我认为就在路上了，第2颗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是黑天鹅，这一次杀下来。大家没想到嘛，所以它就是一个黑天鹅，这个就是黑天鹅事件，原来黑天鹅就是大家没想到的事情，那会只有1颗吗？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那再来看一下台币，好，台币啊很漂亮这头肩底，然后第一波就是我底部够深或头部够深，经常就一波这个是什么？这头部很浅啊，所以跌了3波很正常，最少都会有2波因为它头部这个深度浅，那这个中度的就跟台股一样跟过去这个台股一样。好，我过去在讲台股这里有没有？我觉得它深度不够深，但也没有非常浅，那不够深，所以我那时候估计要跌2波很容易，那真的就2波，还被我抢到低点，这边也抢到反弹。不过这是低点，这是高点，相对高，这个打到这边是一个相对低这边即使跌到这边，看起来19000多，看起来好像相对低看起来很低它只是一个相对低，所以把它视为反弹就好了。台股现在已经收敛三角出来了我今天公开课那个我们的会员的那个。宏观我们会再跟各位提到欧股这些整个配合起来我们要看共宏观的东西好，所以那个台币刚刚讲到的这个台币很漂亮然后这个呢这个往下是升值所以这个跟那个什么刚刚我讲的台股的规模差不多刚刚讲了台股的那个也不是很深。也不是非常浅，中度的，所以中度的话，这个非常深，所以1波嘛。那中度的话，2波的几率蛮高的但只是说刚好到达第1波很漂亮，到第1波满足。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画一条颈线，突破就不能跌破。台币刚好也可以做观察台币、日币还有什么美元那只要台币出现假突破，那麻烦就大了好，我最近那个台币其实它的升值幅度不够因为我最近换纽元，过去实际上19块多，现在要换到20块1，所以相对台币的的升势不够升势不够。好，那这个注意一下台币这个颈线好，那我们再讲到这个我过去讲的就是月线这个真的是太准了。我认为我把这边拉起来，认为会有一个假突破。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月线长黑月线翻黑你看上次的月线翻黑跟上次的月线翻黑产生的结果是这样这里呢才刚刚一个什么3尊头确立这是一个假突破，这边有一个突破又跌破，这个是一个假突破所以台币进入长升的几率在过去是非常非常高你看即使这个黑很长有反弹，连1/2都不到这黑很长这个一般的翻黑随之而来的长期升值往下是升值。好，那我又讲过了过去台币升值，热钱流入会涨，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你看2024年这一波的贬值。这一波贬值，台股同样是月线，它还是一样涨，对不对？我说你要因时因地你不能跟过去的那个思考一样了，因为这一次的贬值是这个2024年的贬值，然后呢，台股它还是一样涨，从这边涨这里2024年，所以将来台币升值会被热钱流入。然后呢，台股会升，因为它贬了一样涨嘛，所以它将来升了，台股就不见得会涨了。
所以过去它是一个正相关，所以现在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负相关，没有关系了哈，就负相关了，不会因为升值它开始涨，而是你要注意看好这个结构哈，这个结构上的变化。这个我应该连讲了两个礼拜了，因为这个很重要。好，那在那个另外那个再讲到的就是数字货币这本来后面讲，我们一次讲一讲。数字货币这一次我们有讲到它转弱了，也就是比特币。将来有时间我再讲那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整个的那个数字货币整体市场的一个结构就是整个那个量价的一个结构了这里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出货现象，你就比特币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这个这个主要是币安的跟那个泰达币的结构，但是下次我有机会我再拿出来看这个你要记得，就是它是一个转弱了，破线。上次我们讲到这边是一个转弱，我们在那个宏观有讲，所以以太币呢这边就是一个反弹波的假突破。数字货币在讲不是不关你事啊，数字货币一转弱，那表示整个投机退潮，因为比特币、数字货币这个是投机之王，投机之王一旦转弱，那表示投机的资金已经在撤了这是 BNB 币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是一个这个也是大规模假突破嘛而且我们讲到这一次如果说假设我要做空，当然是 SOL 币最好了，因为它最好空这个就是我画出来的它的压力区。谈到压力就下，谈到压力就下。那现在呢？所以我们在教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打到颈线，不要追空，这样会被嘎嘛，对不对？那下一次来，哇，那风险大了那在做空的那个技巧上我们顺便讲一下好了。这个。我连教过好几次这一段尤其是在台股7月11那个绝对高点的时候，后面我教了好几次，也很怕大家追空。我用图形说，第一次到颈线的时候不要空，都反弹到肩部压力区空，对不对？加压力区空，然后停损点马上射出来，风险有限。那这个也是一样数字货币也是一样数字货币是不是到压力到第一次到支撑不要空？那这边呢就是我画出来的压力区，这是一段压力区，你到压力区空，你相对几率就高，这一次我认为破线的几率很高了，所以数字货币是转弱的。那投机退潮投机退潮就潮水退了谁是光屁股一看就知道了好，那再来就是什么 AI 泡沫5000。股王的一个魔咒。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台股。我们讲到 AI 泡沫嘛，那个记得大立光大立光我们把它那个过去还没有天选起，最高来到6075块，那这个还是获利，真的一直以来获利很好的炒到6000多，它都已经进入泡沫了。好，那么还原全息这次我有讲到台股先讲一下，台股在4个主要的一个上一次拉台股过新高上一次这里拉台股到24000的几个重要的一个权值股第一个是台积电，那我这一次讲到台积电的一个，它是一个转弱结构。还有一个就是鸿海，鸿海我们讲到200块已经泡沫经济了，泡沫报酬，那上面我们讲这个没有本事买在100块的，就不要在上面玩了还有一个是那个联发科，那联发科相对它筹码比前面的一些好一点。那另外讲到的就是什么大立光，我讲到大立光的时候，它筹码还相对稳定，所以它又拉上来创新高，但拉来创新高你就不要追了啦。不要这样搞那个这边再拉一下这个上一次一个假突破3100跌到了2500，这边一旦出现假突破它是双头确立
等于是右侧起跌啊。好，这边再破就等于右侧起跌，跟这里又不一样了哈。所以有时候可以逢低去抢反弹。那第二次来建议是最好不要做了哈，这样我的话就不会做了。反而我这次有讲到华硕哈，华硕品质转弱，那个我讲到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强势股啊，不会是在前面那几只了，反而是指标会换华硕哦。这个我们在今天的基础会教哦。好，所以看一下哈，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到就是过去那个股王5000块，大约5000块了哦。这个曾经到6075块，那现在呢，最低跌到1525啦，等于是最高4964啊，4960，最低跌到1404。好，我这个还用了对数图2波跌幅满足，帮大家抄到底耶。那我在更早的时候啊，这边包括短线的反弹都有用技术分析帮到各位那个都有教过各位哈。好，那这里呢，这里就是到之前这边头部压力。所以我一直强调你不要看好了才追啦，好，不要有那么坏习惯啊，不要有那个坏习惯。那这个是大立光，那我们再看一个4星 KY， 好，4565啊，好，但没到，差一点就到5000，有没有？4565最低跌到哪里？这个还还原全指4565最低跌到1895。好，那现在是反弹到227多少哈？那个你再看看这几只大立光的获利一直都很好，2-3千块，一个月一年都是赚那个100多块的。4星这块即使跌到1800，弹到2000多，你再看看它的获利，你不看不知道，看了都吓一跳。所以你看，4000多，现在2000多会不会便宜？你自己去计算一下哈。但今天重点跟各位讲，你先看看这些，那你再来看一下信华。信华这次创新高了5300块，上一次5000块跌到3400，跌掉1600，现在又来创新高了。注意一下哈，技术分析这看起来筹码很稳，对不对？过去它也曾经过上来的时候筹码还蛮稳的，但是一杀下来，杀了1200块，一样筹码一样乱，所以你不能看它筹码很稳它要乱。这种很多股票都是进入什么？过去就是这样，像4星 KY 就是压低出货信华我现在就看着它怎么去收拾这个残局。主要就是看看它的获利嘛。我也不晓得你说它3000好像很习惯了，2-3千、4-5千很习惯了。2022赚28块，2023赚26块，好了，现在获利大增，能增到哪里？增到50块好不好？增到100块好不好？有没有100块？好，给你100块好了。你觉得它有价值吗？这个自己考虑一下我只是点出一个问题给大家知道。那过去的股王，就算大立光获利这么好，都有这么大的跌幅过去有一个4星叫 KY 的KY 叫4星KY 4500跌到1895，即使到这里，你认为他的裤子这个好像裤子只脱到一半光屁股还没看到，那信华会怎么样？那记得这是一条，在我们技术分析，这是一个多空线那如果跌破了，那就麻烦了，就是月线的什么假突破所以注意一下，提供给各位看一下啦，参考一下这就是5000块股王的魔咒好，那我们再顺便讲一下 AI 泡沫。那我们先讲一下 NVIDIA 的抄底逃顶多空转折一手抓。讲到这个真的是准到靠北了。来，我们看一下那个NVIDIA 最近的焦点都在这里英业达、英伟达、辉达，随便啦 ，NVIDIA 各位
我们再回来看一次哦，哈。2022年，我在看长空的时候，当时我在10月中旬讲到美股已经破底翻，台股也跟着破底翻。那时候我抓了2只股票，一个是 ASML 300多块，后来涨到应该900、1000的。英伟达当时只有120块不到，你现在看到10块是因为它1拆10，好，120块不到。我认为我那时候只讲到2只，一个是 ASML， 一个就是 NVIDIA， 那时候超过它的底，对不对？好，所以不要跟我讲英伟达现在那个 NVIDIA 现在100多块很便宜，好，那个我讲贵的话哈，我就是比如说你没有超到这个底的，你不要跟我讲它贵或是便宜。好，我们用周线啦，刚刚讲到的是这里耶。哦，还有这边的回档是我记得有20%啊。在这边抄底的，那这边一个假突破讲过哈，这边有风险，你不要现在看，现在回头看都是事后诸葛亮哈。当时跌了20%，好，跌了20%，好，而且在这边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了，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你可以空它，而且我说这种形态一出来，去空假 AI， 台湾的假 AI 啊，就是那些做伺服器的，大家认为多好的，全部都跌下来，到现在还不见天日。好，那 NVIDIA 一直到这里，记不记得 140.76 这一天，我跟各位讲到那个所谓的火系啊，好，所以我在这边抄底，破底翻抄底，假突破逃顶，多空转折一手抓，所以我在讲这里的时候，你要跟我争辩哈，你最少你要抄到底，是你才有那个资格哦，不然你没那个资格哦，不然你没那个资格哦。我这个时候应该要把我的一个，我看一下哈，我们现在的画面是定格了，好，我们要切掉，没关系啦哈，主要还是看内容啦。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了，准到靠北，而且要做一下效果，准到靠北，有没有？就是 NVIDIA。底部跟高点，这边回档还跟你讲风险，有人说，你不是说，因为 NVIDIA 看不好这里的时候，我跟各位讲有风险，所以跌了20%，然后呢去空假 AI， 空台湾的假 AI， 空这个，自己找假 AI， 我讲过了，假 AI 同一个时间点 ，NVIDIA 跌了20%，这个呢爬到现在爬不起来，伟创爬到现在爬不起来，光宝到现在都爬不起来，一大堆啦，这个就不要讲了好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好细呀嘛，那现在又破线了，哇，这个麻烦了所以 AI 啊，只要 NVIDIA 没有扭转这个形态 ，AI 它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泡沫的那个我有讲过那个 Meta， 我们在那个宏观的时候啊，就以 Meta 为代表Meta 过去在那个元宇宙全部投入那个元宇宙。那现在最重要的时刻啊，我给各位看好了，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讲一下这个摔了一大波2021年它早就见顶了那过去这个元宇宙元宇宙好的时候，它全部投入元宇宙，祖克伯那个人家那个苹果已经做出 4K 的，所以重要。我讲过你要进入这个元宇宙，你那个眼镜 4K 它是一个什么入门？我觉得真正能够就是市场整个打开啊，但是你要先入门，打开的时间一定是 8K， 就跟视网膜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因为你这个眼镜戴很近，不是看电视而已看电视 4K 就够了，很够了 4K， 那你只要大概保持个以前保持的距离，比如说80寸，你可能要退到很后面，
那现在80寸了，你站很近都没关系，不要太近就好了。比如说这个前面就是1-2公尺，1点多公尺左右，你看了眼睛都不会伤，4K 的。好，那个元宇宙的眼镜是贴在脸上的，所以8K 最好，但是入门最起码要做到4K。那这个 Meta 的主克伯在这个时候偏偏喊停。我这个其实因为我讲过我是重度的这个所谓的视听的这个使用者，那我就是在等它的这个4K 出来我才要买。比如说像那个苹果的4K， 假设我可以看电影，我还会买来看一下，但是我还没确定它可不可以。好，那我现在已经来到纽西兰，但是呢，我的视听的设备全部都在台湾，所以我来这边我就会想办法看看，如果可以看，我会买一个来看。好，那你在这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还跨不进去那个 4K， 突然喊停，又去跟人家什么赶流行去做 AI， 所以你每次投入的资金都非常的庞大，反而在比较也可以也就是说有机会进入一个转折点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眼镜，你突然喊卡，好，所以我很看不起这个 Meta。好，假设我没错的话，它第3个头会出来，就是我画的这一条线。好，那你这个真的很离谱哈，在2024年2月2号这边要高档买回，现在都是高档买回的。你花500亿要买回来你的股票，但是呢，你的研发突然就喊卡。然后呢，去追逐 AI， 那 AI 都是各大厂扎大钱进去，你的回收又是要等几年就像你的元宇宙，如果你现在可以进入 4K 的话，你的这个业务应该那个量就会应该开始就是一个进入一个转折。好结果你在这边喊卡，好，可能你就是看到那个苹果的 4K 卖的不好，但是你们的功能不同你要进入的是元宇宙这个我的看法啦，我对他很失望，我真的对他很失望。你现在扎钱进去，好，我们再看看你什么时候要回收。你的元宇宙还没回收，你现在就扎 AI 进去，我认为这个风险很高所以市场会告诉我，假设这一条线破了，那就麻烦了。我们技术分析就是在说，因为大家在看我这个分析是什么，抓转折嘛，对不对？主要就是什么，抓转折。这个转折一旦出来，那麻烦了那我都是在抓转折的，就像那个 NVIDIA， 我可以抓到它的一个底部。你现在看一下，底部在这里是当初120以下，就是一拆实施后11块多而已，涨到140涨到1401000多个百分点，抓到底。那这里是不是顶？那我们再看嘛，还有就是最起码我抓到了这个火西亚这个点，好，这个火西亚这个点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破底翻到现在140块，好，从破底翻到这里140块，1000多个百分点。好，我们看一下假设这是一方空，那这个形态只要没有改变因为大厂其实扎钱的都扎钱了。那黄仁勋的意思是说，反正还有机构，那我认为机构的这个需求量应该都不会那么大了，所以这个市场告诉我的，这边就是火西亚。好，有人说看2000就是现在的200，我当时讲这边火西亚。那这边我有讲到抄底不是抄底，不好意思，是强反弹因为这我不认为是底强反弹。那这边涨到200块就是40%出头，90块涨到125块以上，它就涨了40%了。假设你有好习惯，你在这边强反弹，就等于这边涨到200块了，所以它2000块有没有来？有。你如果习惯好的话，你是做得到的这另类的2000来了另类，所以要有好习惯了那
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就讲到了这边，包括那个指数啊，我在长黑之后，我们隔天就有反弹机会了哈，可以抢反弹。然后在60分钟的破底翻啊，那些我们都教过了哈。好，所以啊，多空转折一手抓，那 AI 会不会泡沫？我认为它的大泡泡已经破了哦。那我最后给各位看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深财宏观讲的，目前来讲对空头来讲，它是一个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呢，就是倒挂结束嘛，倒挂结束啊，倒挂结束啦，上次讲到的倒挂结束之后，道琼是这样崩的。现在倒挂结束咯，刚好在我这个画的圈圈这边已经回到零这边咯，回到零，所以你再看一下道琼在这里哦，那主要就是那个现在以是纳斯达克为发动的。好，我再给各位看那个我们直接从这边来看，是不是跟我讲的？这边就是起跌啊，右侧起跌，2年债我认为它会往下跌得更快，对不对？没错哦，我把那个叫出来，10年债减2年债的。好，现在是0嘛，之前还有一个正1，正0.01，好，那可能，跟我讲了6月份开始，把它放大一点，从6月开始收敛，现在看到正的0.01跟0.00，就算它会一下负一下正好了，这个代表已经结束了，倒挂结束了，看到正的，那表示说他第一次看到正嘛，所以整个历史最长的这个倒挂算结束了。那结束了，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的这个结构，它有没有机会形成什么？就是我讲了天时嘛，这个时间点倒挂结束，还有SUM规则的衰退指标已经这个出现了地利就是超长线的什么月线涨幅满足，在各个包括汇率啊，尤其是台股啊，台股我们讲说历史上的一刻，这叫地利。然后呢，人和就大咖卖股，那个巴菲特把苹果卖掉1半以上，是不是？我举了8只那个，又忘了把每只拿出来，都差不多啦 ，Meta 啦，苹果啦，那个一大堆啊，科技大佬。全部都在不约而同，全部都在上面卖哦，它不是以前说那个正常的调节哦，全部都在上面卖 ，CEO 带头卖，大开在卖股，然后外资大举放空，外资啊，看这个好了，4万口了，这是今天最新的吧？9月2号。你看看嘛，外资上一次的这个我讲的绝对高点开始绝对高点的这个发动啊，就是从看到4万口开始的，绝对高点的发动的发现，这里7月18看到4万口，7月12看到4万口，7月11是绝对高点，然后呢？这边4万，你看到4万口不断的往下发动，现在又看到4万口了，而且现在用那个羚羊港的口音来讲好了，阿鲁切啊，我们来看一下阿鲁切怎么样。我看一下今天的数据，我还没看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怎么样这个紧张刺激了。好，4万口在这里，小台负3万口，微型的期指12000口这个好玩了，32万口，这个已经比2022年的崩跌还要大了，32万口是含了股票期货的那个
的那个空单啊，32万口，然后又看到4万口的供给啊，好，这个赔对看呢哈，好，那散户做多哦，好，注意一下哦，比这边啊还要恐怖啊，更加恐怖啊，而且啊比这边还要恐怖啊，所以注意一下啦，这个东西把它讲完。散户反指标做多，这个不讲了。东风吹就是我刚刚讲的数字货币翻空，那其中还有一个黑天鹅，就是日元的长升，就是我讲到日元原子弹。所以这边加起来我给他一个总结，你自己参考。泡沫破灭开始，多头吃坏拉死，我的总结啦，你自己参考。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麻烦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蔡生。想要掌握多空的精准时机与转折，学习宏观的上帝视角，现在半价就能带你进入技术分析的最高殿堂——深财宏观。